提起了郁金香，你知道吗？每一个人啊，想起的郁金香，应该就是哪里？荷兰的库肯霍夫郁金香公园了。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在日本的富山县立坡市也有一个郁金香公园。郁金香是富山县的县花，郁金香球根的产量占了全日本的第一名。特别是当富山县西部的立坡平原中心的立坡市，伊是库肯霍夫郁金香公园所在利斯市的姐妹市。因为丰富的郁金香球根高产量，享有日本的郁金香之城的美誉。立坡的郁金香公园在每年春季郁金香开花季节呢，就会举办盛大的郁金香季节。每年的4月下旬到5月上旬，园内有100万株、500万种不同品种的郁金香花。所以你若到日本，你要欣赏郁金香；在亚洲，你要欣赏郁金香，它多了一个选择性，就是呢，来到这个地方。进来看看吧，立坡的郁金香公园。这里的郁金香跟荷兰的郁金香哪里不一样？这个我可以讲给你听哦。第一个，它比较近欧洲跟亚洲嘛。第二个是呢，在立坡的郁金香公园，它的郁金香比较密集，而在荷兰的郁金香，库肯霍夫呢，它的占地面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你到荷兰的库肯霍夫花园，要去看郁金香的时候呢，你是沿路啊，你就会在经过真侪郁金香的花海哦。在这里面呢，可以看得到各式各样的郁金香争奇斗艳。在我们进来的花海当中呢，看花啊是真侪人上喜的哦。进来的呢，有日本上大顶级的五连水车哦，立坡市文化会馆，立坡的一寡当地文化啊的，甲这个郁金香公园呢，做出了一系列的推展哦。在我们进来的哦，而且在我们进来的呢，有室内馆哦，其实甲咱所了解到的荷兰的库肯霍夫是相同的吼，有室外嘛，有室内哦。因为呢，这郁金香呢，伊有这个花季，这花开花的季节时间到呢，该开花。但是有一些在温室里面的呢，四季花哈，它就比较不会受到这个影响了。在荷兰的库肯霍夫是在每年的3月份到4月份，但是因为日本的纬度呢跟荷兰不一样，所以它在4月下旬才会开始开花。这里是这几年来非常非常有名，而且这几年来形象推销、宣传十足，做得非常好的立坡郁金香公园。所以每一年，我们的黑部立山总是带来那么一丁点的变化，总是带来那么一丁点的不一样。这是我们今年所推出来的郁金香立坡郁金香公园跟黑部立山呢，足以跟樱花比美的郁金香，不止荷兰人热爱，这个日本人也是非常喜爱的郁金香。
大类啊，当路上咧行，这嘛是日本跟澳洲无啥相同款的所在哈。日本它比较会搞一些这种很可爱的东西出来啊，会使看到你也看遮大类的郁金香春天看花好的时间会使甲樱花比美的就是郁金香每一年的这1-2年来吧，在市场上掀起了一股郁金香热所以在亚洲有郁金香，其实在欧洲更多非常多尤其是这里还有富山县独有的郁金香品种，春天来富山县看郁金香，就跟夏天去北海道赏薰衣草一样，已经变成了季节性的雅士其中一个重点之一了那在这个地方呢，包含还有日本的一级河川，还有一些紫藤花等等也会散落在这个地方紫藤花季，目前在这1-2年来，也是日本非常非常著名、非常夯的一个新的行程了。这1年1度的富山县的立波郁金香就在这个地方登场了富山县最美丽的春季庆典立波郁金香公园，哇，美呀美呀，真是美呀！那在花季期间呢？这里还有推出什么？还有推出了热气球这个时候才给我热气球，但是这一人较不遐济啦，这一人较不遐济，嘛是有人这样做的人比较没有那么多那继续啦，继续我们看一下4月中旬的立山雪墙开了之后呢，一路看樱花，看到那个山上的雪墙。再从山上的雪墙，再一路呢走到了立波的郁金香，哇，时间只要对，玩起来就特别的好玩。很多人常常会问，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旅游环境呢，是最适合旅游、最适合出来的？在我个人的认为要看你要看的是什么。有一些真的就是季节性的商品，像花季、枫叶季、雪季这些呢，季节性的商品呢，你非得那个时候来不可。而当然，在它有祭典的时候，总是人满为患嘛。因为大家都想要在这个季节来看但是相对之下，有时候你说不是在这个季节能不能来，我觉得这很见仁见智因为我当下你在不是这些季节来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在团费上取得比较优势的价格，所以这喜欢点用汽车来去比喻一个商品就像我讲的面路车大家看了介看了水，BMW 的车大家看了介看了水但是不一定大家会感觉讲开一架200-300万开一个200-300万买一架车，伊开会落，伊买会落有的人伊会感觉讲不要紧我开50万、60万我买国产车就好对不对我无一定要买到进口车国产车我开10几档，我嘛开了真惯势所以物品也介绍每一个人对介绍的看法是无同的。有的人会敢要开遐，有的人不是讲袂敢要开落有的人感觉讲我开安尼就好不能说他舍不舍得也不能说他认为值不值得，这是不太一样的你只要不要呢花50万，要拿100万的品质就好了所以
曾经有人问我说，参加那么贵的团费是不是适合？我觉得没有适不适合的问题啊。总使我常讲总使给你吃最顶级的和牛，你不能神户牛排好不好？你不吃牛有什么用意没有意义你不吃肉再好吃的吃到你嘴巴呢也没感觉，对不对那有的人呢歪嘴鸡他呢吃的东西呢都一定要上等材料你随便给他吃一只呢，他不愿意他宁可砸很大笔的钱去吃东西他才会觉得这是人生当中的享受。你说是对还是错？不，这世界上就是这样子，一样米养百种人每一个人对于物品的看法、价值都不一样，所以选择跟你咖喱会嗨、看法会嗨、想法会嗨来去做这件事情呢，你就会觉得呢，它是值回票价
们现在来到了另外一个，也是非常几乎每年都来的白川乡合掌村。而这合掌村呢，它的整体的建筑、整体的模式呢，这的令人称奇啊。这也是这几年来特别风行的一个大景点啊。我有时候都很纳闷，为什么它以前不红啊？近来才红啊？这应该早就要红了啊。合掌村绝对让你呢看到日本最民俗文化的那一面啊。光看它的这屋顶，就好像剪非常好的平头一样。综艺记名啊，童话般的白川乡合掌村啊，名片内的美景就这么真实的呈现在你的眼前。虽然没有幻想当中合掌村的点灯美景，也没有江丙屋的浪漫雪景，我一直说我不知道了哈，就是每一年都说就总是要拨个时间来看看它的雪景夏天的合掌村，一间间的小屋，绿意美意的点缀之下，犹如置身于童话世界般的触觉。亲眼看到童话般的合掌村，哇！这个合掌村，你有机会来吧，来吧别迟疑了。这个地方，尤其是我常讲我最喜欢这个地方的冬天在这里从进来这边就可以看到它 international 的感觉来的不赶快一眼的白川乡的地图合掌村说大不大？如果进来这里面呢，你要认真的、好好的一样一样来看的，其实可以看得出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久从这个白川乡附近的这个车站就可以看得到民家园一路呢走到这个白川乡这里面来，在日本岐阜县的西北部，被日本三大秘境列为三大秘境。西元1995年的时候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给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呢，会到几百进内底这条是白川乡的主街路咱就安尼继续一路行落我看了伊内底这个白川乡的这个垂啊有无那淌出来这一些呢，虽然目前呢稍微看起来有点商业化，但是走在这里面的这种步调氛围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尤其是呢，这里的家家户户在以前呢，彼此之间是互相的来更换屋顶的灶草。全栋木造的合掌村屋顶都是丢草，所以真惊火烧。所以他们这内底禁烟标志、消防栓、水枪，所有的所在到处都看得到。但春天、热天来合掌村呢，它带有一种清凉的感觉在冬天的时候，当然就像童话故事般的美丽啦那合掌村还有一个印象真深，叫做最高的饲鱼这个最高的真清，这个最高内底鱼拢真大只代表啥？代表你排出来水是无问题，这个水的清气高，会使饲鱼合掌村这个名称呢，来自于其建筑模式人字形的屋顶，外口看起来就像两只手合起来，所以这个厝呢就叫做合掌村这个村庄叫做合掌村的形态呢，当冬天大雪的时阵呢，雪若落来时呢，得顺势对这个稻草两个合掌的斜坡下滑下来比较不容易压垮屋顶。所以当他把整个屋顶盖得这么高的时候，盖得这么尖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也是标准民富时期的雪乡。就是因为它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奇景。很难想象这些木造的建筑在新建的过程当中，你敢知呀？一顶都没有，十分的牢固。这里呢有很多的内部呢，其实呢有空你可以付费买门票进去里面看一看，尤其是每一年冬季的点灯照射合掌村，都是合掌村最经典的一个代表。尤其是每一年下雪的合掌村，听说呢总是吸引了非常大量的人们来到冬季的合掌村。
合掌村每隔30-40年就必须更换一老起的厝顶的稻草哦。更换稻草的时候呢，需要很大量的人力啊，所以每一次呢，那一家人的屋顶呢就需要翻修。规整爱郎的同心协力一起帮他完成这种方式呢，他们称之为结，打结的结，团结的结。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得到很多古老的照片呢，当时呢，他们一堆人呢都一起来去帮忙呢，合掌村呢整修他的房屋，这也是合掌村最惊为天人的地方。当然不外乎附近这个所在也开始出现了樱花啊，因为春天来嘛。来，咱这个所在了的时阵呢，我们继续再来看下一个，也是我们个人觉得非常棒的另外一个景点景观啦。这个地方呢叫做上山之丁古街散策，就是古街啦。这个古街呢，其实是以前非常多茶坊的地方喽。现在我们进来看看呢。在这个老街里面其实它跟附近有一个叫做高山正屋，有一点类似哈。这里有3条街，2条是车在行，1条是游客在行，所以叫三之町古街吧来到这呢，日本的老厝就会使马上咧看到看到这日本的老厝，就会使让我想到细汉的时阵，咱们台湾的糖厂附近常常会看到这种老式的房子高山的美在简朴有特色，而古街散策的美就美在这些历史的老房子。绵延400公尺长的山顶古街，散发出一种
很特别的好味道。黑色茶泽这个鸡汤啊，加一寡锅碗店家在这边营造出来的老城中心、老式建筑，一排长长的屋檐，小水沟流水，居酒屋造型的这种酒邻啊、旅馆啊、百年老店啊，一间比一间较老哈，拢是100年的老店嘛。这一些百年老店，你不要小看这些老店哦，哇塞，在日本的老店卖的东西可贵着哈。凊彩啉一杯 sake 啦，是食一碗面啦，这种台票1000块以上起跳哦。愈老愈有价值啊，手工老店都是这样子的啊，非常啊，有时候老一辈的人辛辛苦苦打造出来的这一切哈，是值得的啦，是值得的啊。来到了浅草观音寺啊，这个浅草观音寺呢，奇怪哈，它是一个我最起码来过10遍以上的地方哦。但是每一到有到阿萨库萨的时阵呢，我就想要踅过来浅草观音寺，甲看一下。是安怎？因为这会使讲是东京市区内底最具代表性的这个观音寺哈，包括头前的雷门大大的这个灯笼啊，在东京市啊，总是令人呢留下了很好的感觉。